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条件好的不得了，最后却输得一塌糊涂，而有些人出身低，起点差，一路被人看不起，最后反而笑到了最后？我们从小听过太多英雄的故事，可真实的人生里，赢的常常不是最强的那个，而是最懂人性、最沉得住气、最能在关键时刻做对选择的人。2000多年前，有一个人把这件事看得透透的。他活在汉朝，因为替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说句公道话，得罪了皇帝，被处以最屈辱的宫刑。换成一般人，这辈子大概就毁了，就认了。可他没有，他咬着牙活下来，只为完成一件事，把从皇帝到他那个时代3000年里那些帝王将相、英雄豪杰的成败兴亡，一个一个写下来，告诉后世的人，什么样的人会赢，什么样的人会输，背后藏着怎样的人性。他叫司马迁，他写的那本书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它不只是一本史书，更是一本看透人性与成败的奇书。这本书就是《史记》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帮你读完它，也帮你回答那个藏在心底的问题：成王败寇的背后到底是什么，在决定一个人的输赢。先花2分钟认识一下这个写书的人，还有他写的这本书。司马迁，字子长，是西汉人。他的父亲是朝廷掌管天文历法和史料的太史令，临终前拉着儿子的手，交代他一定要完成一部通史，这成了司马迁一生的使命。为了写好这本书，他年轻时就走遍大江南北，到处实地考察、访问遗老，搜集第一手的故事和传说。可是命运给了他狠狠一击。当时将军李陵孤军深入，寡不敌众，战败投降了匈奴。满朝文武都骂李陵，只有司马迁站出来替他说了几句公道话，结果触怒汉武帝，被打入大牢，判了宫刑，那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羞辱。许多人受了这种刑，宁可自杀也不愿苟活。但司马迁选择了活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书还没有写完。他凭着一股死也要死的有价值的信念，忍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与屈辱，整整写了10几年。最后，他完成了。这本书记载从传说中的皇帝一直到汉武帝，将近3000年的历史，全书50多万字。最特别的是他的写法，司马迁不是流水账式的纪年份，而是用人当主角，一篇篇的写帝王、写将相、写刺客、写商人，把每个人的性格、选择和结局写得活灵活现。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，像四面楚歌、破釜沉舟、卧薪尝胆、完璧归赵，全出自这里。所以，《史记》表面上是一部史书，骨子里却是一部人性教科书。司马迁透过一个各真实人物的成与败，悄悄告诉我们，成功和失败从来不是运气，而是有迹可循的。接下来，我就用《史记》里5组最经典的人物故事，把这套成败的智慧讲给你听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《史记》在讲什么，那就是4个字：成王败寇。赢的人成了王侯，背后是传颂；输的人成了寇贼，被历史埋没。可司马迁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在于，他写历史，从不简单的用成功或失败去给一个人贴标签。他笔下的失败者，常常写得比成功者更动人。比如那个最后输到天下、自我乌江边的项羽，司马迁不但没有看轻他，反而把他写进了专门记载帝王的本纪里，字里行间满是惋惜与敬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司马迁真正想写的，不是谁赢谁输这个结果，而是他们为什么会赢，为什么会输。他把每个人在关键时刻的选择、性格里的致命伤、面对危机时的反应，全摊开来给你看。读懂了这些，你就读懂了人性，也就读懂了成败。而这些跨越2000年的成败教训，放到今天一点都不过时。职场的升迁淘汰，生意的兴衰，做人处事的进退，本质上跟楚汉相争、将相斗法是一模一样的人性游戏。古人踩过的坑，
悟出了道理，今天照样用得上。接下来，我就把《史记》里的智慧拆成5组你今天就能用的重点。你会发现，这些2000多年前的人物，把人性看得比很多现代人都还要透。第一个重点是整部《史记》里最经典的一场对决，也是成败的第一条铁律：格局决定成败。我们来看项羽和刘邦。论个人条件，项羽简直是天选之子，出身名将世家，力气带到能扛起大鼎，打起仗来几乎战无不胜，是当时公认的第一猛将。而刘邦呢？出身平民，游手好闲，论武力被项羽甩开好几条街。可最后赢得天下，开创汉朝400年江山的，偏偏是刘邦。为什么？刘邦自己给出了答案。他得天下后曾说：论运筹帷幄，我不如张良；论治国管后勤，我不如萧何；论带兵打仗，我不如韩信。可这3个当世顶尖的人才，我都能用，能信，这就是我能得天下的原因。而项羽呢？他连一个顶级谋士范增都容不下，留不住，最后众叛亲离。你看出差别了吗？项羽的格局是我要自己最强，刘邦的格局是我要让最强的人为我所用。项羽什么都想自己揽，舍不得封赏，听不进谏言；刘邦却懂得放权、分力，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。一个靠自己，一个靠团队，高下立判。举个例子，职场上你一定见过这种能力极强的主管，自己是超级业务，可一带团队就崩。因为他凡事都要插手，觉得还不如我自己来，下属权被他压得没有发挥空间，能干的一个个求去。他就是职场里的项羽，个人很强，格局太小。再看创业，一个事必躬亲，连报账都要自己盯，公司永远长不大；另一个舍得把股份分给伙伴，把决策权交给专业的人，几年后就做成了规模。决定上限的从来不是能力，而是格局，你能不能容得下比你强的人？所以成败的第一课是看清楚，真正的强者不是自己有多能干，而是能让多少能干的人心甘情愿地跟着你。今天就请你想一想，你身边那些比你强的人，你是嫉妒他，防着他，还是懂得借重他，成就他？第二个重点是弱者翻身，强者保命都离不开的硬功夫，隐忍与时机。看韩信和勾践2个人。先说韩信，他年轻时穷困潦倒，连饭都吃不上，还受过一个天大的羞辱。街头一个混混当众欺负他：你整天带把剑，其实是个胆小鬼吧？有种你拿剑刺我，没有种就从我胯下爬过去。当时围了一大群人看热闹，换成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多半拔剑就拼了，可韩信盯着那人看了半天，竟然真的趴下来，从他胯下钻了过去，旁边的人都笑他是孬种。可你回头看就懂了，韩信要是那天逞一时之快把人杀了，要么偿命，要么逃亡，这辈子也就毁了。他忍下的不是一个混混，是他自己一飞冲天的未来。后来他成了刘邦麾下战无不胜的大将军，被封为王，衣锦还乡。这就是胯下之辱，能屈是为了将来能伸。再说勾践，他是越国国君，被吴国打败，沦为阶下囚，受尽屈辱，连给吴王当马夫这种事都做过。可他回国后，怕自己过得太舒服，就忘了仇恨，于是每天睡在柴草堆上，还在屋里挂了一个苦胆，吃饭睡觉前都尝一尝那苦味，逼自己记住当年的耻辱。这就是卧薪尝胆。整整20年默默积蓄力量，最后一举灭吴，反败为胜。韩信和勾践教我们的是同一件事，真正的强大不是一受刺激就反弹，而是能弯得下腰，等得起时机。举个例子，职场上你被抢了功劳，被当众数落，当下那口气憋得你想立刻拍桌走人。但成熟的人会分清楚，现在翻脸爽是爽了，可你失去的是这个平台，这份资历。不如先忍下，把本事练硬，人脉铺好，等羽翼丰满，机会来临，
你的离开或反击才真正有分量。再看做生意，大环境差的时候，沉不住气的人慌忙杀价、乱抢单，把自己拖垮；真正的高手却懂得蛰伏、收缩战线、修炼内功，静静等风向转变。能忍人所不能忍，才能成人所不能成。今天遇到让你想冲动的事，先深呼吸问一句：这口气值得我赌上更大的东西吗？第三个重点讲的是处事与合作里最高的智慧，以和为贵，顾全大局。这就要说到将相和的故事。蔺相如本来只是个门客，因为完璧归赵替赵国争足了面子，立下大功，被赵王一路提拔，职位竟超过了老将军廉颇。廉颇很不服气，我出生入死才挣来今天的地位，你不过耍耍嘴皮子，凭什么爬到我头上？他放话，哪天碰到非当面羞辱他不可。蔺相如听说了，从此处处躲着廉颇，看到就掉头避开。手下都觉得太窝囊，蔺相如却说，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来打赵国，靠的就是我和廉将军一文一武撑着。我们俩要是斗起来，就像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秦国就有机可乘了。我之所以退让，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，把国家安危放在前面，把个人恩怨放在后面啊。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，他羞愧极了。这位威风凛凛的老将军，竟然脱光上身，背着金条，亲自登门向蔺相如请罪，这就是负荆请罪。两人从此冰释前嫌，成了生死与共的好朋友，足相与欢，为文景之交。赵国也因为这对将相同心，安稳了许多年。蔺相如和廉颇教我们的是，真正有格局的人，懂得分清楚什么是面子，什么是大局。能退，能让，能放下身段，往往不是输，而是更高层次的赢。举个例子，公司里两个部门主管不对盘，为了争资源、争功劳明争暗斗，会议上互相拆台。结果专案一再延误，两边业绩都难看，他们争赢了面子，却一起输掉了里子。如果其中一个能像蔺相如先放下身段，把共同目标做成，两个人才有机会一起被看见。再看家庭和合伙，多少夫妻，多少合伙的兄弟，不是输给外面的对手，而是毁在内部的内耗上，为了谁对谁错，谁该道歉，把整个家、整盘生意都赔了进去。今天就试试，在一段重要的关系里，当一次主动放下身段的人，你会发现，先低头的往往才是真正的赢家。第四个重点是很多人拼了一辈子也想不通的一门大智慧：功成身退。主角是一个极聪明的人，范蠡。范蠡是勾践最重要的谋臣，前面讲的卧薪尝胆，最后面吴，背后最大的功臣就是他。照理说功劳这么大，复国后他该享尽荣华富贵才对。可是就在所有人都等着加官进爵时，范蠡却悄悄辞官，连夜离开越国跑去经商，后来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商人，陶朱公，得了个善终。他为什么要走？范蠡看人极准。临走前，他留了一封信给另一位功臣文种，写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：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鸟打光了再好的弓也被收起来，兔子抓完了猎狗就被煮来吃。他看穿勾践可以共患难，却不能共富贵，提醒文种快走。可惜文种舍不得权位，没有走，最后果然被逼死。范蠡教我们的是一种顶级的清醒，他懂得进，更懂得退。人最难的，不是在低谷时坚持，而是在巅峰时放手。多少人就是在最得意时放不下到手的东西，最后反而把命都搭了进去。举个例子，职场上有些人，项目做得太漂亮，风头完全盖过主管，还沾沾自喜。可他不懂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当你功高震主，让上面感到威胁，你就从资产变成了风险。真正聪明的人懂得适时把功劳分出去，把锋芒收一收。再看投资，多少人赚到第一桶金后被冲昏头，越赌越狠，结果连本带利一把输回去。
范蠡的智慧就在于赚够了就走，懂得在最高点转身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停、该退、该放手，是比往前冲更难、更高级的本事。今天就问自己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该见好就收、体面退场的？最后一个重点，要回到写这本书的人身上。司马迁自己用生命告诉我们什么叫励志与坚持。如果说前面4课是教你怎么看别人的成败，那这最后1课是教你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。说到励志，《史记》里先记了一个小人物，秦末第一个反抗暴秦的农夫陈胜。他年轻替人耕田时对同伴说：“将来谁发达了，可别忘了彼此，苟富贵，无相忘。”同伴笑他：“我们不过是耕田的，哪来的富贵？”陈胜叹道：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小麻雀哪里懂得鸿鹄高飞的志向？”一个出身最低的人，心里却装着最大的志向，后来真的揭竿而起，撼动天下。志向从来不看出身。回到开头说的那场灾难，司马迁被处以宫刑，对读书人来说是奇耻大辱，他完全可以一死了之，保全尊严。可他没有，他写下了那句2000年来激励无数人的话：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人都难免一死，但有的死重的比泰山，有的轻的比鸿毛，差别就在于你的死是为了什么。如果现在死，不过轻如鸿毛，可只要忍辱活下来，把书写完，他的生命就重如泰山。支撑他活下去的，是一个无比清晰的志向。他在信里说，他写这本书是救天人之计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，要探究天道与人世的关系，理清古今兴衰，自成一家之言。他还列举一串榜样激励自己：周文王被求实推演出《周易》，孔子困顿中写成《春秋》，屈原被放逐才写下《离骚》，这些不朽之作，都是人在绝境中发奋而成的。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人生的低谷，事业崩盘，被背叛，努力很久却一夜归零，那种时刻最容易放弃、认命。可司马迁提醒我们，决定你能不能熬过去的，不是处境有多惨，而是心里有没有一个比眼前痛苦更大、更值得的目标。那些真正成大事的人几乎都有同一个特点，认准一件事就用10年、20年去死磕，受多少冷眼都不改其志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不是看起点多高、运气多好，而是看那个志向有多坚定，能扛多重的苦。今天就问自己，有没有一件事，是你愿意忍受漫长的孤独和打击，也一定要做成的？好，20分钟快到了，我们把《史记》今天的5组人物、5个重点，串成一条看透成败的路复习一遍。第一，格局决定成败。项羽输给刘邦，输在格局。真正的强者不是自己最能干，而是能让能干的人为你所用。第二，隐忍与时机。韩信能受胯下之辱，勾践能卧薪尝胆，能聚才能伸，沉得住气的人才等得到翻身的机会。第三，以和为贵，顾大局。廉颇蔺相如将相和，先想共同的大局，再算个人的得失，先低头的往往是真赢家。第四，功成身退。范蠡看透狡兔死，走狗烹，懂得在巅峰时放手，知道何时该停、该退，是顶级的清醒。第五，励志与坚持。司马迁忍辱著书，认准一个重于泰山的志向，再大的苦都能扛过去。你发现了吗？司马迁透过这个个人物，从头到尾都在讲同一件事：成败从来不是天注定，而是藏在人性里，藏在每一个关键选择里。格局、隐忍、顾大局、懂进退，再加上一个坚定的志向做底盘，就是这套穿越2000年的成败智慧。看懂别人的成王败寇，最终是为了走好自己的人生。历史从不重复，但人性总是惊人的相似。读懂《史记》，就是读懂人性，也就是读懂你自己。听完很有感触，但你明天就忘了，那这20分钟就白费了。所以我只给你一个今天就能开始做的小练习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靠的就是一个动作，以人为镜，把一个各历史人物的选择与下场摊开来，从中照见成败的道理。
我们也可以这样做。所以从今天起，给自己准备一个小本子或手机备忘录也行。每当你看到身边有人成了或败了，某个同事升迁了，某个朋友创业垮了，某个对手翻车了，别只当八卦看过去，花3分钟，像司马迁那样冷静地问自己3个问题：第一，他这次的成或败，关键的选择是哪一步？第二，这背后反映了他什么样的性格或格局？第三，如果换成是我，我会不会也犯同样的错，或学到同样的好？把它诚实的记下来。你会发现，光是养成这样以人为镜的习惯，你看人会越来越准，做选择会越来越稳。那些别人用惨痛代价换来的教训，你不必亲自叠衣教就能学会。这就是《史记》送给我们最实用的功夫，把每一个人的成败都变成自己的一面镜子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我每周都会帮你用20分钟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经典。下一集我们要读的是一本同样在讲成败，却换了各角度的经典《贞观政要》。如果说《史记》是用一个个人物让你看透成王败寇背后的人性，那《贞观政要》要带你走进唐太宗的朝堂，看一个顶尖的领导者是怎么用人、纳谏、治国，把一个国家带上巅峰。读懂它，你会对领导这2个字有全新的体会。最后留一个问题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项羽、韩信、勾践、范蠡、司马迁这几个人里，你觉得自己最像哪一个？又最想学会谁身上的那一刻？我们下集见。